1996年，一只野生大熊猫看到人后，主动索要抱抱，这一幕把我羡慕坏了。那是1996年初春时，在秦岭的一个大山中，一名研究大熊猫的王博士看到了一只野生大熊猫幼崽。因为经常和这一带的大熊猫打交道，这只熊猫认出了王博士，而王博士也给它取名叫三儿。看到三儿这么想和自己玩，王博士非常高兴，立马停下来回应他，甚至为了更好的和三儿玩耍，王博士先扔掉了背包，然后不顾天空冻雨，脱下了雨衣，只为更好的接触三儿。在这寒冬的大山中，这一人一熊和睦相处的画面，温暖了整座大山，也温暖了多年后屏幕前的我们。这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人与动物和睦相处吗？哈哈，这王博士应该是个逗比，像个小孩一样，开心的抱着三儿抖了抖。三儿好像很喜欢这种感觉，不停地扑向王博士，甚至还想爬到王博士身上呢。王博士面对镜头，开心地介绍道：“三儿朝着自己身上攀爬了，还说他这么重，衣服会不会被他弄坏？弄坏了会很冷。”然后就将三儿弄了下来。随后一人一熊在大山中玩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，三儿是猫，王博士是老鼠，哈哈。三儿也很配合，只追击王博士，并没有朝着摄影师走来。原视频中王博士的笑声可谓是响彻山谷。好的，三儿抓到王博士了，他主动索要抱抱，可三儿主动了半天，王博士也没有反应。最后三儿还生气了，放开王博士后，伤心的从石头上走了下来，并且走的时候还回头看看王博士有没有跟来。这一幕看着真的好暖。然后三儿又回头跑向了王博士，王博士知道不能跟他接触太久了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大熊猫太亲近人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为了保护三儿，王博士只好故作高冷，任凭三儿如何主动，他也不给予回应。最后三儿伤心地离开了现场，也不知道三儿如今过得怎么样。这我见过胆子最大的大熊猫，把刺猬抓来，用它来按摩。它的名字叫做雅吉。这天游客一进来，就发现他手里抓了一只刺猬。哦，你看，我真正的刺猬了。此时刺猬还是活的，但面对未知危险时，它已经把身体卷缩了起来，用带刺的外壳保护着自己。而大熊猫刚好皮糙肉厚，即使刺猬带刺也伤不到雅吉分毫。然后雅吉一把抓起它，用它来给自己按摩。我为什么说雅吉胆子大呢？当年女汉子飞云院子也出现过一只刺猬，它可是一拳可以打爆门锁，把金虎按在地上摩擦的飞云呢。他看到刺猬时，只敢小心翼翼的试探，最后还被刺猬给吓跑了。而雅吉就不一样了，不仅拿它按摩，还将其抱在怀中肆意玩耍，期间还尝试着用嘴咬。好在雅吉并不是真正的要吃它，只是逗它玩耍，否则的话刺猬性命难保，雅吉说不定也会因刺猬的外壳而受到伤害。用嘴咬了一番后，发现它还是一动不动，雅吉觉得索然无味，便躺在地上睡觉了。突然他发现身上有点痒痒，然后又拿起刺猬捞痒痒。这雅吉胆子真的很大。后面随着饲养员的到来，成功从雅吉手中救下了刺猬。虽然期间雅吉对他又咬又玩，但并没有对其造成实质性伤害。还有这个画面，我们看着好玩，感觉雅吉的胆子很大。实际上，这对大熊猫来说充满了危险。比如雅吉，一旦它把刺猬吃进肚子，可能就会面临生命危险。大熊猫的院子总是出现老鼠呀，一些动物呀，这说明动物园一定要加强管理，防止意外情况发生。比如前段时间，福宝身体出现了发抖的情况，据说就是因为福宝的院子出现老鼠后，他才这样的。这可牵动了全球亿万粉丝们的心。萌大又在作妖了，框框一顿敲门，新奶妈不知情况，赶紧过来查看，然后直接被吓跑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萌大又来到了熟悉的加餐环节，为了惊动饲养员，他先将门给关上。这么做到目的主要是让门和铁栏碰撞，从而发出剧烈的声音，就像视频中这样。也不知道这孩子是在哪学的。然后框框的敲门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碰撞声。就这样，一位新来的奶妈被吸引了过来，不知情况的她赶紧过来查看，然后打开门看看里面究竟发生了啥。结果看到萌大在不断敲门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奶妈被吓坏了，赶紧跑去告诉古爹。七七49秒后，古爹气势汹汹地走来了，打开门一看，看到萌大又在作妖了。毕竟才给他加餐没多久，为了防止萌大用铁门碰撞，古爹直接就锁门了。哈哈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。而这边的萌大看到紧锁的门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时间过了几个小时后，门又突然被打开了，
然后蒙大又重操旧业，哐哐的敲门。哈哈，为啥蒙大总是敲门呢？食物也吃饱了，我知道了，他这是为了拿捏古爹，给古爹找事做。果然，古爹又走了过来，3下5除2就把门又锁了。蒙大这孩子真疼人，怕古爹失业，特意给古爹安排了一个关门的事。当年爱宝教福宝下围栏这段视频，真的把我感动到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福宝在室内爬围栏玩，爬了一会儿，体力不支的他准备下来。平时都有爷爷和妈妈在，所以他一下就下来了。可是这次他们都不在身边，这可难到了福宝。当时的他还小，脚也短，身体放直也够不到地，这可把他吓坏了。然后边叫救命边往上爬。听到呼救声的爱宝立马就跑了过来，果然天底下最伟大的就是母爱，并且母爱不分种类。看到福宝吓坏了，爱宝双手展开，保护孩子的同时又安慰他。看到福宝情绪稳定后，爱宝用手扶着他，还鼓励他自己下来，毕竟这是孩子的一门必修课，要让孩子自己克服。就这样，在妈妈的鼓励和保护下，福宝又继续尝试，而爱宝也很耐心地扶着他。期间，福宝还是有点害怕，爱宝则是一遍又一遍的在一旁鼓励。最终，福宝因为害怕，还是不敢下来，爱宝就咬着他的身体，慢慢往下拽。就这样，在爱宝的保护下，福宝最终安全落地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！是我见过最狗的大熊猫，不仅经常从同伴手里抢食物吃，同伴不给抢后，它就悄悄地偷同伴食物，真是比二狗还狗。这只很狗的大熊猫叫做毛毛，别看它比二狗还狗，可人家有个很牛叉的金主爸爸。被抢食物的小熊叫做宝源，他是毛毛同届小熊中最好的朋友。平日里，宝源就像哥哥一样包容着毛毛，即使毛毛把自己手里的食物抢走，他也不生气，而是重新取一根。毛毛就和当初二狗抢花花的食物一样，吃着嘴里的，盯着对方手里的。这是当初二狗抢花花食物的视频。花花好不容易将笋笋剥开，一把就被二狗抢走了。拿来吧你！毛毛也是一样，吃完了直接从宝源手里拿。不同的是，宝源被抢食物后就学聪明了，他是直接就开吃，并不是把笋剥好了再吃。即便是不剥笋，也逃脱不了笋被抢的命运。看到宝源不给，毛毛就强行抢走。拿来吧你！直到第3次时，宝源那是说啥也不给，毛毛只好放手。你以为他放弃了吗？不是的，既然硬的不行，他决定来软的。特么的，他来偷的。趁宝源吃笋入迷时，悄悄地把对方的笋藏到自己身旁。宝源吃完后准备拿笋时，他怀疑过笋丢了，也怀疑过笋被自己做到了，甚至怀疑过自己，也没有怀疑过毛毛。而毛毛呢，看到宝源拿出了笋，特意看了看自己偷的笋，怕宝源给拿走了。毛毛，你是真的狗呀！野生大熊猫渡河失败，被困河中，救援人员不顾危险拯救它，这一幕把我感动到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2016年11月1日，有人在野外发现了一只野生大熊猫，它被困在河中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。很明显，它是渡河失败才出现的这种情况。湍急的河流把它吓得瑟瑟发抖。然后发现人员拨打了大熊猫研究中心电话，专家和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，做出了一系列救援方案。然后一批人员不顾危险来到它的身旁。众所周知，大熊猫虽然是可爱，但毕竟是熊，万一发怒起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他好像知道这些人是来救他的，他表现得十分安静，因为他处在的这个过道上十分狭窄，再加上他的体重不轻，想要将他抬上去几乎不可能，所以大家就想到了将他拉上去的方法。这里大家正在把绳子系到他的身上，防止拉的时候将他弄伤。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系着绳子，准备了一番工作后，下面的人员慢慢将他抱起，上面的人员慢慢将他拉起来。这个方法很有效果，他正在被慢慢拉起，拉的过程中他依然很安静，最后他成功被拉上岸。随后工作人员对该大熊猫进行了安抚和健康检查，确保其身体健康后，将把它放回野外。打字的肯定。牙齿有病。就这样确认他是健康的状态后，工作人员将他放归了大自然。这次经历，想必他整个熊生都不会忘记。